我把亲弟弟卖到了缅北，我是故意的，因为弟弟是个患有超雄症的天生坏种，在这里没有人可以纵容他。我妈怀了5次孕，试了各种偏方才怀上了一个男孩，但在做穿刺筛查的时候，医生却告诉她孩子多了一条染色体。我妈被吓坏了，赶紧和我爸以及我奶商量，可我奶却完全不当一回事，她毫不在意地说道：“别听那些医生危言耸听的，好不容易才怀上一个男孩，这可是我的宝贝孙子。”我爸也赞成说：“妈说的对，这是我儿子，我以后自然会好好教他。”于是我的弟弟出生了。弟弟从小脾气暴躁，但凡我有一点不顺着他就过来打我。有一次他压在我身上，竟想用手去抠我的眼珠子，好在我妈听见了，连忙将弟弟拉开。小杰为什么要去弄姐姐的眼睛？姐姐眼睛好看，我想要挖出来玩。弟弟用一脸天真的语气说道。我被吓坏了，妈妈却一点也没生气，反而像是听到什么好玩的事情，哈哈大笑起来。我的乖儿子哟，你怎么这么可爱啊，真招人稀罕。从那之后，弟弟的行为越来越离谱，他不仅把邻居奶奶养的鸟拿来炖了，还亲自送给了他。邻居奶奶看见自己的爱鸟漂浮在锅里，一下子就被吓得心脏病发作。我们家赔了不少医药费，但却根本没有人指责弟弟。奶奶反而摸着弟弟的脑袋说道：“隔壁那个老太太自己身体不好，非要讹到我们小杰头上。”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奶奶，你这样会宠坏小杰的。这件事本来就是他做的不对，却不料一个玻璃杯子迎面砸到我头上，我发出一声惨叫，捂住受伤的额头，鲜血从我指缝间流下。弟弟却在那拍手叫好：“谁让你收我的？”他恶狠狠地瞪着我，奶奶也帮腔：“小杰说的没错，你这个赔钱货有什么资格说我的孙子？扔了好啊！”之后，弟弟在奶奶和妈妈的纵容下，越来越肆无忌惮起来。有回妈妈的朋友带着他女儿来我家做客，可不料弟弟竟偷偷地将人家的 LV 包用小刀划得稀巴烂，他更是用刀将女孩脸皮划出一道小口。要不是女孩拼命地哭喊起来，早就出大事了。自那之后，再也没有人愿意来我家，就连亲戚都躲得远远的。可我家里人却根本没当回事，最多只是不痛不痒的口头教训了几句。弟弟并不傻，他很快明白自己在家的地位是最高的，于是他开始百般刁难起我来。就连我洗澡的时候，他也会偷偷溜进来偷看。我大声斥责他，却被他一巴掌打在脸上。一时之间我愣住了，不敢相信弟弟所做的一切。妈妈非但没有教育弟弟，反而笑着说道：“小杰是你弟弟，他跟你闹着玩呢。”奶奶竟还嬉笑着夸奖道：“小杰力气真大，你姐姐已经打不过你了。”弟弟15岁的时候，终于出事了。只因我妈不想让他吃太多甜食，弟弟突然用铅笔刺伤了我妈的眼睛，我妈惨叫一声，我吓坏了，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。可弟弟一脸阴郁地抢走了我手里的电话。叫救护车干嘛？谁让他不给我吃甜食的？活该！弟弟的眼神极为恐怖。当我妈被送到医院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医生说眼球充血时间太长，左眼已经保不住了。爸爸知道此事后，他当场就给了弟弟几巴掌，打得弟弟哇哇大哭。奶奶哭着劝架：“你打小杰干什么？小杰才多大啊，他懂什么？都怪你媳妇不好，吃点甜食怎么了？”原本躺在病床上的妈妈竟然也护着弟弟：“老公，别打了，小杰肯定不是故意的。”我妈哭着挡在弟弟面前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弟弟被打怕了，哭着道歉，可我却分明看到他的眼神像是淬了毒一般，恶狠狠地盯着爸爸。我魂不守舍地离开病房，来到走廊。走廊里几个病人家属正在聊天。你们知道吗？最近可真要看好你们家孩子，我邻居家的一个男孩被拐到缅北去了，花了50万，结果人是要回来了，是装在行李箱里头回来的，忒吓人了。另外几人听后发出了倒吸冷气的声音，可我却猛地打了一个激灵，一个念头从我心底缓缓浮出：家里已经没有人可以管弟弟了，他是一个天生的坏种，我不能继续让他留在家里。缅北2个字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中，我下定了一个决心，我要卖掉自己的亲弟弟。当天晚上，我就在网上搜索了很多关于缅北的信息。快到12点的时候，我突然收到了一条陌生人的私信：“妹妹想去做暑假工赚钱吗？有一个工作不仅轻松来钱还快，底薪就有1万块，不知你是否有兴趣？”我立刻来了精神：“是什么工作？地点在哪里？”“在云南，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们这包接送，还管吃管住，主要做的就是一些客服的工作，很简单的，你年纪不大也能学会，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吧。”我的心脏跳得越来越快，颤颤巍巍地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发了过去。电话很快就打了过来，那头是一个粗哑的中年男人的声音。男人操着一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，一听到我的年纪，他发出了难听的笑声：“叔叔，我要去打工，但我还要带上我弟弟。他虽然只有18岁，但脑子很聪明，而且身体十分强壮。”男人一听还有买1送1的好生意，对我的语气更加好了：“行，明天我就开车来接你们，不过要记住，不能告诉你们家里人。你们放心，叔叔不是骗子，等过完暑假就会把你们好好的送回来。”我和男人约定好了时间和地点，但心里却发起了愁，要怎么把弟弟骗过去呢？
他警惕性非常的强，平日里更是不会轻易信我的话。第二天，爸爸开车送我和弟弟去医院看望妈妈，路上他反复叮嘱我要照看好弟弟，不要再让弟弟惹事。爸爸似乎把弟弟刺伤妈妈的责任都怪在我头上了，他认为是我没有看好弟弟。我一声不吭，因为我知道就算我做再多辩驳也没有用，这就是我的原生家庭，发烂发臭到骨子里。送下我们两人后，爸爸立刻返回了自己公司。妈妈的情况已经好转了不少，可她还不适应用一只眼睛看东西，脾气变得非常的暴躁。小象给我削个苹果。我应了一声，拿起苹果时却不小心弄掉在了地上，不料妈妈竟破口大骂起来：废物，拿苹果都拿不稳，生有什么用？妈妈似乎把一切坏情绪都发泄到了我身上，而弟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我心里愈发急躁起来，我必须要在5点前把弟弟骗到车站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突然听到了楼下传来了弟弟的哀嚎声。我和妈妈赶紧来到楼下，一个身材强壮的男人红着眼睛，正死死地抓着弟弟的衣领，他表情极为愤怒，一脸想将我弟生吞活剥的样子。而一个孕妇痛苦地倒在地上呻吟，她身下全是鲜血。你为什么要抓着我的孩子？我妈尖叫一声，我和我老婆好端端在楼梯上，他把我老婆推了下去。男人撕心裂肺地吼道，孕妇在地上发出奄奄一息的呻吟。孩子，我的孩子。很快护士和医生就赶到，把孕妇送去了急诊室。弟弟昂着头无耻地说道，我又不是故意的，谁让他站在边上，我不小心碰到一下怎么了？男人被气坏了，挥舞着拳头就朝他脸上打去。弟弟被打得嚎啕大哭起来，我妈尖叫一声冲上去，跟男人扭打在一起。我突然灵机一动，冲弟弟说道，你赶紧跟我跑吧，再不跑等会警察就来了。那女人的出血量，我估计孩子是保不住了，你肯定会坐牢的。弟弟狐疑地盯着我，似乎不太相信我会对他那么好，可他此时也没有别的选择了。我打了一辆车，带着弟弟直奔车站，又装模作样给爸爸打了一个电话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对弟弟说道，爸爸说他这里有个熟人，刚好可以带你过去。弟弟却盯着我的眼睛，阴冷冷地说道，我不信你。我耸了耸肩膀，当着他的面，我给爸爸又打了一个电话。我确实没有说谎，爸爸确实有一个熟人在附近。我开了免提，小杰，你怎么这么不听话？快去你李叔叔那里躲躲。听到爸爸的声音之后，弟弟才逐渐放松了警惕。我左右张望了一下，看见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正站在原地四处张望。我一眼就认出了这个男人正是和我联系的那个男人，他旁边停着一辆黑色的面包车。我压低声音对我弟说道，看清楚前面没？那就是爸爸的朋友，你过去吧，快点。妈刚刚发信息跟我说，警察已经在调监控了。弟弟这才慌张地跑过去，眼看着弟弟离男人越来越近，我也给男人打了一个电话，叔叔，我弟已经到了，就那个穿着棕衣服长得高高的，你先送他过去吧。我妈住院了，我走不开，我就先不去了。我看着弟弟被男人带上了面包车，我的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我慢悠悠地回到了医院，我妈已经鼻青脸肿地躺在病床上，一见到我，她立刻焦急地问道，你弟弟呢？他没事吧？我告诉妈妈，弟弟已经被爸爸的一个朋友接走避风头了。我妈这才放心下来。你弟肯定不是故意的，他从小就没受过这种委屈，不就是流掉了一个孩子吗？又不是不能生了。我妈越说越生气，她或许还不知道，她的宝贝儿子已经再也回不来了。就在当天晚上，我家炸了锅，因为爸爸的朋友并没有接到弟弟，弟弟就这样离奇失踪了。奶奶狠狠地扇了我一巴掌，你这个混账东西，你弟呢？我眼冒金星，脸上被打的地方很快红肿起来，可我就是咬紧牙关说我不知道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我接到了弟弟的电话。你个骗子，你骗我，你竟敢这样对我！电话里传来了弟弟撕心裂肺的喊声，可下一秒又发出凄厉的惨叫。快走！我听到了滋滋的电流声，电话戛然而止。很快我就收到了弟弟手机发来的短信，短信里是一条视频，弟弟灰头土脸，被人驱赶着往前走，可他哪受得了这种委屈，他阴狠地盯着旁边的男人。突然弟弟猛地窜起，一口咬在一个男人的脖子上，他用了很劲，男人措手不及地被扑倒在地上。顷刻间，他从男人的脖子上咬下一块皮肉，弟弟咧嘴笑了，可还没等他笑太久，电击棒就打在了他的身上，他倒在地上被电得惨叫连连，不断抽搐了起来。短信里还有一句话，想要赎回他，交赎金500万。妈妈听到弟弟的惨叫声，连忙抢过我的手机。当她看完视频里的内容，双眼一翻，差点晕过去。奶奶踉跄了一下，屁股一下子就坐在地上，整个人瘫软无比。你弟怎么会被拐走了？你说话啊！我妈发了狠似的朝我扇耳光，我被打得嘴角流血，却依旧摇头说不知道。这时奶奶突然大吼一声，行了，现在救回小杰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他们3人脸色阴沉难看，一夜未睡，正在商量着如何救回弟弟。而这一晚我无人打扰，睡得格外安逸。第二天醒来后，我发现手机里又收到了一个视频，我点开，你们敢这样对我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弟弟朝着周围怒吼着，他似乎想像在家里对待我们一样，想将那些人治得老老实实。可他忘了，这里已经没有对他百依百顺的奶奶和妈妈了。一个长得5大3粗的男人一脚就踹在弟弟胸口，弟弟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他咳嗽了几下，
哇的吐出一口血沫和牙齿，他的眼里终于露出了恐惧。男人用力地踩在了弟弟的手上，然后碾压了几下。小兔崽子，到了这里还这么不老实的，你是第一个。弟弟的惨叫声震耳欲聋，连外头的我爸妈都听到了。他们冲了进来，抢过我的手机。看到视频里弟弟凄惨的模样，我妈眼泪狂流。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奶奶气急攻心，竟双眼一闭，一下子晕了过去。但这时爸爸和妈妈都已经没空管他了，倒是我好心的将奶奶扶起，给她吃了药。爸爸拿着我的手机拨通了弟弟的电话，接通的是一位带有口音的中年男人。爸爸怒吼着：“你们赶快放了我儿子，要不然我就报警了。”电话里传来了男人的笑声：“报警是吧？那你报一个试试。”接着电话挂断，不一会手机里又收到一个视频，一个男人拿着一根棒球棍，狠狠地打在了弟弟的腿上，接着便是弟弟歇斯底里的惨叫。男人的声音突然响起：“怎么样，还想报警吗？想要赎回他，赶紧打钱。”妈妈看后崩溃地对我爸说：“小杰的腿断了。”说完，我妈突然抄起一个木棍，对着我边打边骂：“废物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没看住他，你弟弟怎么会被拐跑？”他将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我身上。好在最后我爸阻止了他。眼下这种情况，他们要赶紧筹钱，可是我爸借遍了所有的亲戚，根本没人愿意帮忙救我弟，甚至有的朋友还嘲讽这是罪有应得。无奈之下，他们竟然打起了我的主意。这天晚上，我本想找爸妈要回我的手机，可不料却听见我妈正在打电话：“大哥，我们就这么多钱了，要不然我把我女儿卖给你，用她交换小杰怎么样？求求你了。”对方也不傻，这样也可以，但必须要等你女儿到了缅北，我才能放人。要是敢耍什么花样，你就再也见不到你的儿子了。电话刚挂断，奶奶恶毒地说道：“你早就该这样做了。”爸爸有点犹豫，可是妈妈补充道：“没事，老公，你喜欢女儿还可以再生。”此时的我早已泪流满面，我甚至都不知道我在这个家里到底算什么。吃过晚饭，奶奶竟然给我买来了我爱吃的零食，妈妈也主动给我削苹果。突如其来的爱让我有些感动，可我却知道他们这样做的目的。第二天，我在做饭的时候，偷偷在粥里放入了安眠药。他们三人喝过粥后，不一会便沉睡过去。然后我在妈妈那拿回了自己手机，给弟弟发了一个短信：“女儿不卖了，我们三人准备去陪弟弟，你安排车来接我们吧。”并把地址发了过去。接着我拿走了他们攒的所有积蓄，离开了这个家门。我是个盲女，无意间恢复视力后，发现我的老公竟是2个背部相连的连体男人。早上听新闻的时候，电视里正报道着一个女大学生失踪案，我听得正入神，忽然太阳穴刺痛了一下，我不禁闭上眼睛，再睁开时，漆黑的世界突然有了白光进来。难道我的视力恢复了？我一激动，不小心打碎了桌上的杯子。林冉刚好在身后拖地，他立即关切地走上前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我本想告诉他这个好消息，但在看见他的时候，我不由得僵住了身子，因为我隐约看见林冉的背后贴着一个人。看来我的视力并没有完全恢复，居然还会把一个人看成2个人。林冉问我：“是因为怀孕所以感觉不舒服吗？”我点头，有可能。想起孩子，我心头变得柔软，走上前想抱抱丈夫，却被他推开。小将，我还要拖地。结婚3年，林冉从来不让我拥抱他。我是一个盲人，但林冉手脚健全，却有着特殊习惯，比如不能拥抱、分房睡觉、爱穿雨衣。睡了一晚上后，我被噼里啪啦的雨声吵醒了。朦胧间，我竟然看见了洁白的床单、米色的柜子，张开食指在眼前晃动，我还是看得清清楚楚。我真的恢复视力了。此时外面传来开门声，我欣喜若狂，想要快点告诉林冉这个好消息。可刚走到门口，我就看见林冉正在拆一个超大的纸箱。林冉背对着我，她穿着宽大的黑色雨衣，头上戴着的硕大的衣帽将整个人笼得严严实实。纸箱被打开，我看见有一个女人躺在里面，那个女人穿着白色的校服，蓝色的帆布鞋，肢体僵直，我一眼看出这是具尸体。我愣在原地，耳边回荡着昨天的那个新闻，竟然是他杀了这个女人。我想开口叫她，突然一只手从林冉的雨衣里伸了出来，她的手不应该在拆纸箱吗？帽子被推开，我看见帽子里藏了一张男人的脸，那张脸正对着我。看见我后，他微微笑了，随后雨衣里又伸出来一只手，那只手上正拎着给我买的早餐。我心惊肉跳，不由得连连后退。顷刻之间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林冉从不跟我一起过夜，也从不让我与他亲近。原来他是个连体人，我甚至不知道这2个人中谁是林冉。此时他们转过身去，我看见了另一个男人的脸。小将，你起来了。最熟悉不过的声音，我直觉他就是林冉，可我没有回应。他又问：“怎么在发抖？”我感觉到林冉明显警觉了起来。小将，你的眼睛能看见了吗？我连连摇头。他冲上前来，激动地问：“你是不是能看见了？快说话！”我害怕被看出破绽，假装痛苦地开口道：“我肚子痛。”肚子疼。我点点头，继续装成盲人看着前方。也就是这时，我看清了那个女尸的脸，她
他的脸上有一道细长的疤痕。我才想起来，我认识这个人。小将你在流血。林冉的话拉回了我的思绪，我下意识低头，才看见自己的睡裙下有鲜血流了出来，心头一颤，我两眼一黑，陷入了昏迷。再次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躺在家里的床上，林冉坐在我的床边。小将你醒了。我强装镇定，用手在被子上摸索，假装寻找他。我睡了多久？林冉猛地向后退，应该是怕我摸到他身后的那个男人。你睡了好几天了。我没说话，想找机会报警。小将孩子没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惊得坐起了身子。林冉垂下脑袋，可表情却看不出一点难过。医生说你的身体太虚弱了，所以才会流产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佯装哭起来，其实心里却暗自松了一口气。有一个杀人犯加连体人的父亲，这个孩子本就不该出生。林冉柔声说道：小将你还年轻，以后还有机会做妈妈的，别难过了，我去给你炖点鸡汤。他往外走的时候，他的兄弟一直面对着我，如同一个附着物靠在林冉背后。等他们走出去后，我掀开被子，也偷偷跟了出去。林冉他们进了厨房，我走进客厅，发现那具尸体已经不在了。我靠近厨房，隐隐听见里面传来咳嗽声，两个男人的对话声随之传来。那剩下的人，你准备怎么办？不是林冉的声音，应该是他的哥哥或者弟弟。我听见我的丈夫说：把他们都找到，然后全除掉。我心间猛地一颤，那边又传来声音：嫂子好像不对劲，我怀疑她是不是能看见了。叫我嫂子，看来林冉是哥哥，他们竟这么快就怀疑我了。林冉道：是不是因为药的问题？药？什么药？听见他们好像要往门口走来，我不敢再听下去，赶紧跑回卧室。我的丈夫到底是个什么人？没过一会，林冉就端着鸡汤进来了。小将，喝点鸡汤吧。我看见他身后的弟弟也在歪着脖子朝我看来，我倒吸一口冷气，这鸡汤里十有八九有问题。我现在不想喝。喝了吧，你身体太虚弱了，喝了对身体好。我颤颤巍巍地伸出手，故意摆出矫情姿态。太烫了，你先喝吧。林冉把鸡汤拿到嘴边吹了吹，然后递到我面前。我喝了，不烫。他骗人，根本没喝。我再次推开他。我不喝，我想睡觉了。好吧，那你先休息。他又咳嗽起来，转过身准备离开时，他身后的弟弟顺带把床头的手机拿走了。这一切我只能仿若未见。等他们走后，我绝望地想着自己的处境，我很想报警。林冉杀的那个女人叫吴佳佳，她是我这辈子最恨的女人。要不是她，我也不会成一个瞎子。因为争夺考研的名额，她故意害我出了车祸。我失明后退学，她却顺利考上了研。林冉居然杀了她，到底为什么？他们还说要杀了剩下的人，那又是谁？思考这些问题让我头痛欲裂，没一会就昏睡了过去。过了很久，我听见有人凑在我耳边说话：小将。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这么快就天黑了吗？此话一出，我毫无困意，马上就清醒了。这不是暴露我恢复视力了吗？小将你，我在空气里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意味，立刻解释道：老公，我是迷糊了，差点忘了我是个瞎子。林冉叹息道：小将，天还亮着。什么？现在的天是亮着的，你好好告诉我，你之前是不是恢复视力了？我愣住了，我又失明了。我哑着嗓子苦笑：看不见，我一直都看不见。林冉咳嗽两声：要是有什么情况，一定要及时告诉我。我点点头，来喝点鸡汤。有勺子抵在唇边，我不再反抗，张嘴喝了下去。我不知道这鸡汤里是不是有毒，一想到往后还要跟他们两个连体人一起生活，我更是浑身发冷。我祈求林冉，我想跟我的好朋友圆圆一起散散心，可以吗？谢元。听见这名字，林冉好像不是很开心。我点头。我的手机呢？我想给他打个电话。我伸出手在床头假装摸索着，其实我知道手机被他们拿走了。还是我来帮你跟他发消息吧，你现在身体不好。我意识到林冉开始对我有所防备了，只能点头。好的。他揉着我的脑袋，那你休息吧，我帮你约谢元，看看能不能让他来家里陪陪你。听见卧室门的落锁声，我摸索下床，蹑手蹑脚地打开门。我扒在门缝边，听见客厅传来微弱的说话声。他之前肯定是恢复视力了。我听见林冉弟弟的声音传来，他又问：你说嫂子会不会报警？林冉没有说话，良久我才听见我的丈夫开口：不管怎么样，反正他现在又看不见了，只要我们把他看好就行了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又会突然失明，也搞不清楚林冉何时对我下的药。我无力地瘫坐在地板上，只求他能说到做到，帮我约谢元上门。第二天，谢元竟然真的来了。你们好好聊天，我先出去买点菜。说完，林冉便出了房门。谢元坐在我的床头，关切地问我：小将，你还好吗？我摸到了好朋友的手，露出了久违的笑意。我凑在谢元面前低声道：圆圆，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什么？能不能帮我报警？我感觉林冉不对劲，他
他好像杀人了。谢元收起笑声，他怎么会杀人？你之前来不是总纳闷林冉在家为什么还要穿着超大的雨衣吗？其实是因为他是个连体人。前几天我突然恢复视力，不小心看见的，可现在我又被他下了药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我提醒圆圆，当务之急是赶紧报警。谢元却说，我已经报过警了，你放心。你报过警了？是的，我刚刚发短信报警的。我长舒一口气。警察多久才能到？谢元道，应该快了，我去看看。不知不觉间，我又合上了双眼。等我惊醒着睁开眼睛，才感到时间似乎已经过了很久。警察已经来了吗？圆圆，你还在吗？我打开卧室门，竟发现漆黑虚无的世界里有了光，我好像又恢复了视力。浴室里传来水声，我猜想林冉已经被警察带走，是谢元在用卫生间。正想往浴室走去，却觉得脚下好像不对劲。我低下头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模糊的红，是血。我惊得双腿一软，转过脸去，才发现冰箱前好像有什么东西。又上前几步，我终于绝望地看清，那个是好朋友谢元的尸体。小将，浴室里传来林冉的声音，恐惧如同烟花般在脑海里炸开。我机械地转身回头，隐约间看见浴室门口站着个男人，看样子刚刚是林冉在洗澡。别过来！我心跳如擂鼓，害怕他上前来。小将，你又能看见了，是我呀，你别怕。就因为是你，我才要害怕。你为什么要杀圆圆？而且你身后还有个……嫂子，你在说我吗？林冉身后的人侧脸朝我看来。我叫林川，你之前就见过喽。你既然是这样的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怎么能跟我结婚？我甚至还怀过你的孩子。你们两个是杀人犯！我提醒他们，警察马上就来了，你们一定会受到制裁的。不好意思啊，吓到你了。林冉温柔地说道。小将，警察不会来的。他朝我一步一步走来，我吓得不停后退。你跟谢元讲话时，我就在他身边，是我让他不要报警的。什么？我又惊又怒。你这个疯子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可林冉却温柔地说，放心，我绝对不会伤害你，再解决完最后一个就结束了。接着林冉把我抱到了屋里，不多时门铃响了，林冉、林川他们对视了一眼，随后走出了房门。他们又从外面给卧室加了一道锁。我翻下床，准备拉开窗向人求救，无意间瞥见了床头柜隔层里的某个东西。我拿起来在灯光下看了好久，才认出了那是一盒堕胎药。我突然想到，我没保住的那个孩子是林冉给我吃了堕胎药，可他为什么要给我吃堕胎药？正当我疑惑时，我听到客厅里传来了一个男人的惨叫。我不断地敲打着房门。林冉，请你不要再做傻事了。这时林冉开锁打开了房门，我隐约看见客厅里绑着一个熟悉的男人，他是圆圆的男友赵刚。我哭喊着质问林冉，这就是你所说的最后一个吗？你到底在干什么？为什么要毁掉我肚子里的孩子？说着我举起手中的药盒。林冉听完一脸难过，将一把刀抵在了赵刚的脖子上。你老实说，小将怀的孩子是谁的？赵刚颤颤巍巍，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我承认，求你别杀我。什么？我一脸不解。林冉解释道，是赵刚看到我眼睛失明后，便动起了歪心思。他花钱买通了我的好友谢元，趁着林冉不在家，谢元把我灌醉，在我睡得一蹶不振时，又让赵刚偷偷爬上我的床。之后我便有了身孕。谢元还将我的照片分享给了吴佳佳，以此换取重额赏金，甚至他们还疯狂嘲讽我的老公是个连体人。林冉害怕我知道真相后承受不住，所以一直对我隐瞒，而他自己则走上了极端的道路。林冉说完，直接一刀结束了赵刚，并对我说，小将你放心，明天我就去自首。此时我的心里五味杂全，流下了眼泪。林冉，对不起。林冉拖着疲倦的身体挤出一个笑容，他咳嗽2声。医生说你的眼睛恢复只是短暂的，还是需要更换眼角膜才能痊愈。走吧，你该休息睡觉了。在林冉的陪伴下度过了最后一个夜晚，可当我再次醒来时，已经过去了3天。我离奇地发现我躺在医院里，而我的眼睛也彻底恢复了视力。我四处寻找手机，想给林冉打电话。此时一名警察来到我面前。你是小将对吧？是的。你的丈夫已经全部交代了自己的罪行，明天将执行死刑，但是他强烈要求在此之前将自己的眼角膜捐献给你，看来手术还是挺成功的。听到这我心头一酸，连忙询问，林冉现在在哪？就在中心大街的警察局，你还可以见他最后一面。我立刻翻身下床，朝着警察局跑去。